新婚小两口刚举行完婚礼，回到家就被人一刀割断喉咙，惨死在了刚装修好的婚房内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迅速赶到现场。案发现场一片狼藉，屋里的贵重财物被洗劫一空。经调查，死者是啤酒厂的厂长，夫妻二人为人和善，从没与人发生过冲突。报案人称今天厂里要开会，可怎么也等不到厂长。平时厂长从不迟到，于是厂里就派人过来查看。到了以后就发现了尸体。就在警方焦头烂额之际，就再次接到报案，郊区发现了一辆被烧焦的出租车。现场勘查发现，死者死因跟之前一起命案相同，都是被人用刀割断颈动脉，失血过多而死的。死者尸体连同出租车都被烧得不成样子，因此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回到警局后，警方对2起案件进行了分析。第一起新婚夫妇被杀案，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血指印，从现场痕迹可以看出凶手十分慌乱。随后对附近邻居的走访中，一名老太太在案发时曾看到一名陌生男子从楼道里走出来，但当时天色比较暗，老太太并没有看清那名男子的长相。第2起的出租车被杀案，法医通过尸检确定，死者致死原因同样是颈动脉被割伤导致的失血过多。现场留下了一些足迹和一顶假发，但是目前无法推断出假发具体属于犯罪嫌疑人还是受害者的。2起案子的受害者没有什么关联。痕检科经过勘查确定，火是从车内燃烧起来的，这就说明凶手很有可能是带着助燃物，或者是带着工具从油箱里抽取了汽油，浇在车里并点燃起火。经过警方比对发现，2起案子凶器一致，作案手法相同，就连足迹也吻合，因此初步判断2起案子属于同一人所为。如此恶性的案件，短短几天就连续发生2起，这让警方压力巨大。蒋队为了找出线索，通宵的对现场的指纹进行比对，可依旧毫无发现。就在这时，一起司机被劫案，引起了蒋队的关注。起因是一个跑夜班的司机，路上拉了一个乘客，哪知刚走没多远就被一把刀抵住。好在司机之前当过兵，反应比较迅速，趁歹徒不注意跑到警局报了案。随后司机随警方找到了案发现场，可是经过勘查，车上并没发现任何痕迹。根据凶手的作案规律，蒋队认为凶手这次没得手，短时间内一定还会再次犯案。于是蒋队决定让警员都假扮司机，以此来寻找凶手。可接连1个星期的寻找，凶手依旧没有动静。无奈蒋队决定今晚再埋伏一次，就换策略从别处找寻线索。凌晨蒋队正打算收车的时候，一对父女上了他的车，看2人不像坏人，蒋队本来是不打算拉他们的，可男人却说自己女儿肚子疼，无奈蒋队只好拉上2人。可就在车子走到郊外时，蒋队却突然起了疑心，将男人带下车检查，谁知男人却突然动起了手，2人扭打之间跌下了玉米地，而一旁的车子也因为没开远光灯，被一辆大货车撞翻。与此同时，玉米地里也传来了一声枪响。随后男人跌跌撞撞地走向了出租车，将自己的女儿从车里拖出来，抱着她赶忙逃离了现场。或许是因为事件影响恶劣，凶手从此再也没出现过。之后警方一直不懈地努力调查，可依旧没有再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直到15年后，警方再次接到报案，火车桥洞下发现了尸体。警方赶到现场后对报案人进行询问，从大妈口中得知，早上她正四处找狗，哪知在桥洞下就看到她在拱着什么，走近一看发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，于是她赶忙报了警。随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。如此恶劣的杀人事件再次发生，瞬间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。这天晚上，一个醉汉在回家的路上，竟听到了远处传来了2次枪响。喝酒上头的男人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可谁知道第2天，附近真的再次发生命案，一名城管头部中枪倒在了桥洞下。这次发现尸体的是一个小孩，他早上去探险，就发现城管满头鲜血的躺在那里，怎么叫都没反应。他急忙跑回家将事情告诉了大人。随后警员老张和小庄对案发现场周围进行了走访调查，他们在最近的一栋楼里打听到死者就是这里的租户，但是因为房子紧挨铁路，晚上也只能听到火车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红衣女人正大喊着要报警往楼外跑。查案的老张当即叫住了她，听到她说家里出了事，老张和小庄便跟着女人上了楼。原来2夫妻早上起床就发现自家的窗户被打了个洞，本以为是哪家小孩子调皮，哪知道在婚纱照上竟然发现了一枚镶嵌着的子弹。见此情况，他们都觉得事情不简单，便出门寻找警察。因为2人是今天早上才回到家，睡觉的时候都6点了，2人睡眠都比较浅，所以如果子弹是睡觉时候打进屋子，那么他们一定当时就能发现。于是老张让小庄下楼接住毛线团，然后将窗户上的弹孔
和婚纱照上的洞连成一条线，用来确认子弹弹道。随后根据尸检报告，可以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晚上12点左右。2名死者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刀伤，通过伤口比对，确定出自同一把薄刃刀具。而这2起案件死者所受刀伤跟15年前的2起案件高度相似，只是最后1起案件致死原因并不是刀伤，而是头部的枪击所致。警方从死者头部以及新婚夫妇家墙上的提取出了弹头，比对后确定他们都出自于同一把枪，那正是15年前牺牲的蒋队所丢失的配枪。因此警方有理由怀疑15年前的2起案件和最近发生的2起案件都属于同一人所为。根据调查，最近的城管案的2名死者曾在执法时都跟一对母女起过冲突，而今天的案子却让小庄想到了什么。晚上他跑去档案室回看了15年前出租车案的录像，竟在里面找到了小时候凑热闹的自己。第二天他就找到老张家里，请求他调查15年前的杀人案时一定要带上自己。小庄知道老张曾经是蒋队的徒弟，当年如果不是蒋队让他在家休息，可能那天他也难逃一劫。因此老张对于蒋队的牺牲一直耿耿于怀。见小庄如此认真，老张带着他来看望蒋队的母亲，并从蒋母的家里找到了蒋队的遗物。在查看遗物时，小庄在口袋里意外发现了半支烟头。奇怪的是，这个牌子并不是平时蒋队抽的烟。看着手中的平原烟，小庄陷入了沉思。他想到自己家里就曾生产过这种烟，于是小庄找到了父亲了解情况。父亲醉醺醺地表示，平原烟没怎么生产就倒闭了，可能也就自己家里有过2盒吧。见从父亲这里没有找到线索，小庄就想到当年蒋队牺牲时，出租车副驾驶是有大量的血迹的，这就说明当年案发时一定还有第3个人的存在，并且此人就是凶手的同伴。既然同伴受了伤，那一定会找地方看病。想到这一点，老张带着小庄找到了案发附近唯一的一家诊所。从老板天伯那里得知，诊所是15年前开业的。可当老张问到他是否知道当年的交通事故时，老板却表示自己当年还小，对那件事情也不太清楚，只记得当时是平安夜，写完作业他们就睡觉了。见没有的有用的线索，2人就离开了诊所。之后老张根据车祸的线索再次调查了当年案发时的卡车司机。据卡车司机所说，当年他晚上开车已经十分疲倦，再加上当时晚上天太黑，就光看到了一个车尾灯，撞上去后他整个人都是懵的，也就没看到发生了什么。当年副驾驶上的血迹经过鉴定确定不是蒋队的，当时蒋队是死在车外，那么就可能是凶手杀了蒋队，然后去车上救下了同伴。确定这一猜测，2人再次来到诊所，竟发现诊所早就人去楼空，而周围的邻居也不知道老板去了哪里，并且小庄从附近打牌的大爷那里得知，这间诊所是天伯从他的父亲手中接过来的。天伯异常的行为让小庄产生了怀疑，于是赶忙回到警局调取了他们的档案，然后2人就连夜找到了天伯的母亲。当年他的母亲带着存折抛下天伯父子俩跑到了这里生活，从那以后就没再跟他们父子联系过。老张询问他是否知道天伯父子开诊所的事情，女人说当年他拿走了所有积蓄，他们父子怎么会有钱开诊所？不过他此时也想到，当年天伯父亲有个很好的兄弟叫李守望，他的妻子死得早，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小斐，女孩多才多艺，还会吹笛子。女人的话让小庄心里五味杂陈，因为这个小斐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小时候的玩伴，而如今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小斐父女，这让小庄十分不安。2人连夜赶回了诊所，竟看到诊所正在装修。新老板告诉2人，自己是通过中介盘下的店铺，打算开美甲店，他们根本不认识之前的老板。趁着老张询问老板，小庄四处查看时，发现了一个带血的枕头。小庄好奇地捡起查看，竟在枕头里发现了一个日记本。于是2人将枕头带回警局检查。而根据从天伯母亲那里得到的信息，警方调取了父女俩的资料，发现小斐是在15年前突然退学的，随后就再也没有了他们的信息。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，初步判断杀害蒋队的凶手就是李守望。车祸发生时他没有在车里，事后跑到车里救出了同伴，然后将同伴带回了天伯家治疗。因此老张认为这个同伴就是小斐。为了洗清小斐嫌疑，小庄表示不会有哪个父亲会带着自己女儿去杀人的。可老张眼看15年的旧案就要真相大白，说什么都要下令通缉李守望父女。2人为此甚至差点动手。就在此时，警方再次接到报案，说是有人私藏枪支，这让众人都以为这枪支就是当年蒋队丢失的那把，于是立马前往现场。哪知只是一个醉汉，喝多了酒不依不饶的闹事，甚至还跟警员动起了手。警方将所有人都带回了警局，之后经过指纹比对，
竟发现其中一男子的指纹跟15年前第一起新婚夫妇案家里提取到的指纹竟完全吻合。于是警方将人抓捕。啤酒厂2口子你查过？那出租车司机是你，车也烧了，就是我烧的。见男人如此爽快地承认了一切，本以为蒋队被杀一事也能水落石出，哪知男人咬死不承认，表示自己只做了这2件事情。男人的回答让老张也匪夷所思，难不成还有别的凶手？晚上，小庄拿出小斐的日记本查看，竟在里面发现了重要线索。原来当年李守望搬家前，他的母亲带着2包烟和一笔钱找到了李守望，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秘密。原来多年前李守望曾救下过他，因此他对李守望十分感激，才会对他的女儿照顾有加。而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夹着的正是一张平原烟的包装纸。与此同时，准备自首的李守望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，想到女儿要去见小庄，于是赶忙赶去他们约定地点寻找。在湖心的小船上，小庄见到了儿时的好友，他迫不及待地向小斐求证李守望杀人的事他知不知道。小斐没有回答，反倒询问他是否还记得15年前平安夜的约定。小庄插科打诨说自己忘记了。小斐一脸悲伤地告诉他，当年为了跟他赴约，他骗父亲说自己肚子疼，非让父亲带他去看病。在车上他睡着了，等醒来的时候就看到父亲跟当时的司机起了冲突，之后自己就遭遇了车祸。在这次车祸中他失去了一条腿。他从来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假肢，可他却主动给小庄看了，为的就是想问小庄一个问题：平安夜那天你去了吗？没去。为啥？我忘了呀。听了小庄的话，小斐再也控制不住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。自己当年因为跟小庄的约定，假装肚子疼跟父亲上了出租车，而当时蒋队误将父亲当成了之前2起案件的凶手，两人因此起了冲突，争执间误杀了蒋队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任性。就在这时，小斐突然拿枪对准了小庄，他边哭边笑地说小庄像个土豆。看小斐哭得那么伤心，小庄从怀里拿出了平原烟的包装，抬头的瞬间，小庄呆愣当场。其实小庄当年同样义无反顾地赴了约，可到最后他却不知为何没有向小斐说出真相，而小斐也因为当初的执念选择了结束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点赞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